大家好，我是海娟。夏季到了，这个好吃的双皮奶咱们可以做起来了。学会了，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了。做法呀，超级简单，半个小时即做成功。方法简单，咱们可以在家给孩子做起来，干净、好吃又卫生。锅中加入2袋纯牛奶，克数是480克。再加入100克的清水，煮至这个牛奶沸腾的状态。然后我们取2袋这个双皮奶粉，1袋是50克，少量多次的加入锅中，边倒边搅拌。加入100克，1袋是50克。倒入双皮奶粉后，一定要开小火，用这个刮铲不停的搅拌它。看到开起来，再搅拌3分钟。不喜欢喝牛奶口感的，可以换成水。一边煮一边就闻到浓浓的奶香味了。3分钟以后给它关火，倒入这小碗中，自然冷却半个小时，也可以放冰箱冷藏里。过上一小会儿变凉了，这时候再放入冷藏冰箱中，让它凝固，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。接下来咱们切一些水果丁，芒果切成小，切几个草莓丁，再来一些红心火龙果。这个水果咱们可以自由发挥，喜欢吃什么水果咱们就放什么水果，同样给它切成小丁。这双皮奶在冰箱里冷藏了半个小时，看一下，效果特别好。然后我们放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粒儿，自己在家做，咱们想放什么水果就放什么水果。再来上几颗蓝莓，中间的部分放上一勺孩子们最爱吃的奥利奥碎，美味继承。好吃的双皮奶就制作完成了，家人们看着有没有食欲？冰冰凉凉的，筋道又好吃，看一下，真的是新手也能一次成功，老美味了，赶紧动手做起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我又来分享美食了。今天做了好吃的素馅饼，想要看这个饼好不好吃，就看它的边缘处，边缘处馅儿特别的充足。大盆中倒入1斤的普通面粉，面粉里什么都不用加，只加水。水我们可以选择凉水，也可以选择1半烫面1半凉水。如果新手操作，我们可以先烫上一部分面。烫面的部分我是用了100克的水，再加入300克的凉水。如果新手可以减少20到30克的水量。这个和面呀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，咱们可以灵活掌握。总之，烙饼的水一定要让它柔软，不论是馅饼还是油饼。用筷子能搅成团，直接给它移到揉面垫上。然后我们把面团揉光揉匀。刚开始的时候稍微有点粘手，揉着揉着它就不粘手了。如果你怕粘手，可以醒上一小会儿。如果不喜欢这种方法，可以醒上一小会儿，撒一点干粉再揉面，它就不粘了。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放入盆中，盖上盖子，醒上1个小时。1个小时后，案板上撒一些干粉，看一下啊，这个面醒好的状态，特别有延展性。这个面你都可以提前1晚上把它和好了，放在冰箱冷藏里，醒上1晚上。醒好的面我们不用揉，揉面会起筋。用这个刮板给它叠一下，然后整理成长条。因为这个面有些软，我们要放上一些面粉给它防粘。分成均等的面剂子，如果做肉馅的稍微小一点，做素馅的就稍微大一点。切好的面剂给它揉一揉，
忌口朝下，揉成圆形。面剂子做好了，咱们来调馅儿。这是提前切好的韭菜，我用油拌了一下，防止出汤。晾凉的鸡蛋碎放进来，喜欢吃海鲜味的放的虾仁。调馅我就用这个素馅饺子粉，口重的稍微加点盐。最后倒点调料油，翻拌均匀。如果平时吃韭菜烧心的，可以稍微来点白糖。做好的面剂子，我们给它压开，压的中间稍微厚一些，然后放上一大勺馅料，再来上半勺，让它皮儿薄馅儿大。用平时喜欢的手法给它包着起来，也可以像这种包包的手法，也可以用虎口收拢。记住啊，捏边缘处一定捏最小的边儿，这样烙出的饼里面没有硬疙瘩。边缘压扁，整理一下，全部包好。全部包完以后，我们取出第一份做好的面剂子，忌口朝上。为了让这个饼边缘处有馅儿，我们可以往里收一收这个面皮儿，这样这个皮儿烙出来的饼边缘也有馅儿，中间也有馅儿，然后直接压扁。因为面软，如果不会擀饼或者怕露馅的，你就用直接压的方式，稍微擀一擀。看一下这个韭菜馅全都明显的透出来了，撒一点干粉，然后给它翻个面，再擀一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平底锅预热，淋油，油热以后再放饼。这个饼的面软，放入锅中，如果不圆，稍微给它整理一下。烙这饼的表面微微的鼓起来了，淋点油。从边缘我们看一下，底部变色了，翻面。饼的另一边变色了，再次翻面。烙着饼的两边金黄，饼完全鼓起来就可以出锅了。馅饼就全部出锅了，咱们看一看，两边皮薄厚一致，中间的地方一点硬疙瘩都没有。掰开里面我们看一下，里面满满的馅料，这样烙的馅饼，素馅肉馅都好吃，咬上一口满嘴留香，张张好看，松松柔软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我又来分享美食了。今天做了半发面的糖酥饼，有喜欢吃的吗？做法超简单，盆中倒入面粉1斤，加入这个老面味的发酵粉2到3克，0.5克的小苏打，一点点白糖，打入1颗鸡蛋，用280到290克的温牛奶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成这样的大面絮状，加入胡麻油15到20克左右，下手揉成团。捏碎揉成团后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表面，刚开始时候还有一点点疙瘩的状态，盖上盖子醒上5分钟。醒面时间里来制作一个油酥，小碗中我放了80克的面粉，加入60克的胡麻油。这个油酥呀，根据自己的口感来，如果不喜欢吃特别油腻的，还可以再减量。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调成一个稍微稠一点的油酥。5分钟以后再来揉面。这个面经过醒上一小会儿，就很容易揉光揉匀，表面达到特别光滑的状态。盖上盖子醒上15分钟。来制作个糖馅儿。碗中放入3大勺白糖，加入1大勺面粉，来点熟芝麻增加香味，再来上几滴油，搅拌均匀即可。醒制好的面团直接放在面垫上，整理一下擀开。这个面团醒至10多分钟是微微醒发的状态，
但是不需要打到2倍大，稍微有点醒发即可。擀成这样长方形的大薄片。制作好的油酥放在面片的中间部位，用刮板刮开，涂抹均匀。抹匀以后少撒一点干粉，然后从底边卷制起来。切分成等份的面剂子，切好的面剂子取出1份，反面朝上，然后擀开。漏油酥的地方稍微给它捏一捏，边缘捏的稍微薄一些，让它边缘厚，中间略薄。放上1大勺糖馅儿，压一下，糊孔疏漏。这时候再像包包子一样给它捏准，捏严，这样不容易流糖。小尾巴捏扁，放在底部。包好的面剂子表面放一点芝麻，然后擀开，正反面都要擀一擀，这样两面的皮薄厚一致。尤其反面多擀几下，擀成这样的小圆饼，稍微有一点厚度。饼铛提前预热，上薄薄的一层油。油热以后放入小饼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慢烙。烙至饼的底部上色，表面要少刷一点油，然后给饼翻面。翻面以后盖上盖子继续烙，烙至另一边上色，打开盖子翻面。两边都呈这样的金黄色，压边缘处立马回弹，就证明熟透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好吃的半发面糖酥饼就出锅了，家人们看一下，两面金黄，对小皮全都起酥了，表面酥脆，内里绵软香甜，轻轻一压还掉渣。掰开里面看一下，一层一层的，比外面买的还好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海娟美食。今天海娟做了一锅好吃的煎花卷，看一下颜值，蓬松暄软，做法超简单。盆中放入1斤半的面粉。现在天气热了，对酵母粉可以少放点，我放了6克。泡打粉我们放5克，一定要用这种无铝氦的。再少来点糖。促进发酵，不能吃糖的可以不放。用420克的温水来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成面絮状，我们加一点猪油或者黄油，下手揉成团。揉成团以后，我们直接移到案板上，然后多给它揉一揉，把面团一定要揉光揉匀。揉好的面团看一下，这个表面是特别光滑的。然后用擀面杖直接压开，擀成长方形的片状，擀成这样长方形的大片，然后淋上油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撒点盐或者是椒盐粉，还可以撒点烧烤料，涂抹均匀，撒一点干粉，从一边给它叠制起来。叠加的时候压一压，排进里面一起。整理一下，然后切成均等的面剂子。切的时候不要太窄，稍微宽一些，大概4、5厘米左右。拿起一个面剂子，中间的地方压上一下，然后缠绕在左手的大拇指上。再来看一个，中间的部位压上一下，对齐，缠绕在左手的大拇指上。这底座压一下，不然的话它会倒。电煎锅里少抹一点油。做好的花卷生坯，咱们放在锅中醒发。2个花卷生坯之间要留开一点空隙，给它一个醒发的空间。盖上盖子，醒发20分钟。
经过20多分钟的醒制，看这花卷的生坯已经明显的变胖变大了，压一下，立马回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盖上盖子，中小火煎至3分钟。3分钟以后，我们看这花卷明显变得更大了一些。我们看一下底部，底部微黄色即可，然后给它放入温水。没过花卷的1/3处，盖上盖子，把水分收干即可。大概过了12-13分钟，我们揭着盖子看一下，里面的水分已经没有了。先不要着急打开盖子，再焖上2分钟。2分钟以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！打开盖子，然后我们撒一点小葱花，点缀一下。不喜欢吃葱花口感的可以不放，再撒点黑芝麻。小味儿也上来了，颜值也有了。咱们看一下底部是什么效果。哇，真是漂亮！个个底部金黄，表面蓬松暄软。这样的花卷您喜欢吗？一次性发，省时又省力。喜欢的跟海娟一起做起来吧。大家好，我又来分享美食了。看一下，今天做了好吃又简单的家常大饼。首先准备1斤的普通面粉，倒入一点点这个无滤泡打粉，大约0.5克，增加这个柔软性。不喜欢的可以不放，少放一点泡打粉，做出来的饼特别的柔软。我们先用180毫升的开水来烫一下面，这样使面粉的面筋发生改变。再加入100克的凉水，继续搅拌均匀。哪里有干粉，我们把水就浇到哪里。开水烫一部分面，虽然我们家的水量多，看一下它并不是有多么稀这个面团。如果你和面的时候水量大，怕粘手，就用这种小刮板或者硅胶铲，然后从外向里给它叠加一下。就这样利用这小刮板由边缘向里叠加，把面絮叠加成团即可。盖上盖子醒上10分钟。10分钟以后打开盖子，撒一点干面粉，然后揉成面团，揉成一个表面光滑的面团。盖上盖子醒上40分钟。面垫上撒一点干面粉，取出醒制好的面团，给它整理一下，不需要揉，然后直接擀开，擀成大薄片，擀成稍微薄一点的大片状。表面淋上胡麻油，胡麻油烙饼特别的香。涂抹均匀，抹匀以后少来一点干粉，喜欢吃咸口的少撒一点盐，然后从底边给它卷起来，一边卷一边抻拉一下，这样层次更多，但不要卷得过于紧，稍微松散一点。裹成筒状，切成均等的面剂子，6份5份都可以。切好的面剂子，我们给它两边封严接口，防止漏油。轻轻的拉伸长，然后给它挽一下，直接压扁，一个面剂子就做好了，是不是超简单？拧制好的面剂子盖上保鲜膜，醒上5分钟。接下来我们拿出一份小好的面剂子，少来一点干粉，不要太多，然后擀成圆饼状。擀到一半，给它翻面，再擀一擀，擀成一张小圆饼。平底锅预热烧油，油热后放入擀好的大饼。看到饼的表面微微的变颜色了，淋油。看到饼的表面有鼓起的地方，这时候翻面。记住啊，烙饼的时候这个火候一定要中大火，不要太小火去烙饼。
太小火容易把饼烙干烙硬。翻面以后用铲子转动，翻面以后给它转动一下饼，这样饼画出来好看。另一边变色了，再次翻面。一张饼烙制的时间大约1分多钟，标烙的时间过程。两面都出现这种花纹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的家常饼张张柔软，张张多层，而且制作过程一点都不复杂。这张刚烙出来太烫了，咱们来掰开这个看一下。看一下，个个都是小薄层，学会了我们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在家轻轻松松也能制作这种家常软饼。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海觉美食。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包粽子手法，个个饱满又紧实，做法超简单。快端午节了，咱们可以提前准备。首先，我们将这2.5公斤的糯米给它浸泡一下，这是幸福屯的小圆粒糯米，特别的好。看一下这个糯米，这糯米我是泡了5天，当然泡1天也可以，但是它口感绝对不一样。咱们可以在家做实验，5到7天的米泡的是最好的。中间泡制的时候，1天可以换上2次水，只要不让它发酸即可。我还又泡了3天的大黄米，它俩可以稍微掺一点，改善一下口感。接下来咱们准备粽叶，这是箬叶，看一下，幸福屯的箬叶。看一下这个粽叶，一片是一片的，翠绿翠绿的，没有那种个别的黄叶子。接下来我们准备2片叶子，把头这块给它剪掉。在选择叶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选择一片大的，一片小的，这样不浪费。一包的叶子全部给它用完，一定要选择光面朝上，然后给它头对头折过来45度倾斜，压住底边的角，然后给它翻转，形成一个小窝窝，放上2勺糯米，给它铺平。记住放糯米的时候，这个手是敞开的，底部铺上薄薄一层，糯米上面放上自己喜欢吃的蜜枣或者红枣。记住要放这个蜜枣，我们一定从中间给它剪一下，防止煮制的时候，因为这蜜枣有空心进去米就不容易熟了。放好蜜枣，然后在蜜枣上再给它铺米。这个米要分少量多次的放，头上多放一些压平，尾部放一个倾斜状，让它倾斜下来。然后上面这个叶片根部我们给它去掉，叶片推上来，推上来以后往里收，两侧给它捏紧，上边特别的平，压一压，看一下底部的角特别整齐，然后上边给它折过来。如果我们不剪去刚才这个上面这个叶片的根部，这一步有2片叶片就不好折叠。然后绑线，看一下侧边的4个手指把线绳压住，然后头部给它缠2下。记住啊，这绳子千万不要缠得太紧，一定要给它留空间，不然煮制的时候米会夹上。然后顺着往下缠，基本上是中间缠3下，上下两端各缠2下。看一下中间可以是单股线，两边双股线，剪掉。可以用手拧一拧，放在侧边，也可以系个扣，咱们看个人的喜好。一个粽子就完美的成型了。再来包一个其他馅儿，2个叶片，头对头，45度给它折叠，掐一下边缘处的角，然后给它旋转过来，形成一个窝窝形状。这次我们给它放一个2掺米，
放上这个小红枣，这样每吃一口，我们都能吃到这个红枣。这个米一定要分少量多次的放，头部多一些，压一压，尾部稍微倾斜下来，少一些。放米的时候，看一下这个手两边，我们就像小漏斗一样往里收，去掉最上面叶子的根部，叶片叠加上来，顺势把两边捋下来。这个你不需要使多大的力气，整齐就好。上面稍微给它压一压，然后顶端拨过来。一定要记住，这绳子不要勒得太紧就行。就这样它也开不了。包好的粽子我们放在电压力锅来煮，加入清水，没过粽子，盖上盖子。选择牛羊肉腱，我们可以煮上2遍，这样口感更糯。如果选择蹄筋腱，可以煮1遍，大家可以尝试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。看一下这水还是挺清亮的。打开一个，我们看一下。这是刚刚出锅的粽子，还热着呢，凉了会更黏更糯。看一下它的粘度，哇，晾凉了以后还会比它黏。看这个米，亮亮的，特别饱满。喜欢的家人们可以提前做起来。咬上一口，真的是软糯香甜，自己做的健康又卫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娟，大家都吃了吗？今天海娟又来分享美食了，看一下，分享一个小薄饼卷菜，是不是它俩最搭配？您喜欢吗？首先准备1斤的普通面粉，家里人口少的就和300克面粉。先用200克的开水烫一下面，这样做出来的成品柔软，就算凉了也不会硬。再加入150到160克的常温水，继续搅拌均匀。再加入一点点油，大约2到3，下手揉成团。成团以后，我们给它移到案板上，然后推拉揉搓，把面一定要揉光。我大概揉了3分钟左右，看一下这面团的表面特别光滑、柔软。放回面盆中，盖上盖子，醒面半个小时。醒面的时间里，我们切点肉丝，准备1块里脊肉，切成片。这肉最好是半冻不化的食物，这样更好切。自己家吃，粗点细点都没问题。切好的肉丝放在大碗中，肉丝里加一点白胡椒粉，一丁点料酒，一点点盐，来一丁点老抽，打入1个鸡蛋清，再来点土豆淀粉，抓拌均匀。抓至粘稠以后，再给它来点油，然后腌上10分钟。半个小时以后，取出醒炸好的面团，稍微给它整理一下，不需要揉，分成2份比较好搓。搓成这样的细长条，切成50克的面剂子。切好的面剂子，我们给它整理成圆形。做好的面剂子撒一点干粉，直接压扁，擀成圆形小饼。擀好的小饼饼面，薄薄的抹上1层油酥，然后给它对叠起来，2个3个对叠在一起都可以。叠好以后放在保鲜袋上醒上5分钟。
从第一份重叠好的面剂子，咱们来擀饼，上下左右擀开，少撒一点面粉，然后给它翻面，翻面继续擀，擀成这样的小圆饼即可。锅先一热，少淋一点油，油热以后下饼。这个饼还可以一点油不放，烙干饼也好吃，但是搁上油它变得会更软。看到表面微微的变色了，淋油，烙制的过程中转动一下它，这样为了这个饼花好看。看一下饼的表面微微的鼓起来了，底部肯定上色了。翻面，烙制的过程中这两张饼就自动的分开了。烙制的过程大约反正面需要1分钟，千万不要烙的时间太长，时间太长会把这个饼烙硬。看一下另一边的颜色特别漂亮。出锅，热锅放入凉油，放点葱姜蒜，再来一点点洗鲜豆瓣酱，翻炒出红油，倒入配菜，胡萝卜跟木耳要给它焯一下水，倒入过好油的肉丝，继续翻炒。最关键的是放入这个鱼香肉丝的调料汁儿，这个汁儿不辣，我和孩子不能吃辣的，这个也特别好。翻炒均匀，看这小颜色，一下就上来了。出锅了，鱼香肉丝。这样烙的小薄饼，张张颜色好看，关键是特别的柔软，比外面买的好吃多了。无论是一起烙3张还是烙2张，都特别的柔软，做法一点难度都没有。如果你喜欢，新手也能成功。